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任嘉倫談松韻甜到炸裂，為什麼能在2025年掀起娛樂圈狂潮？最近一部早已在觀眾心中留下烙印的作品，再一次在熒幕上掀起熱潮。它就是由任嘉倫和譚松韻主演的《錦衣之下》。原以為只是一次平淡的重播，卻不料成為了湖南衛視下午檔的王炸節目。2025年11月11日，當官方微博發布收視3連冠的數據時，瞬間引爆全網，評論區裡炸開了鍋，彈幕滿屏都是爺青回。不敢相信這是6年前的劇，這種老友重逢的感覺讓人心頭一熱。6年前的畫面仿佛被賦予了新的意義，人們發現當年的心動，如今依然能夠照亮熒幕。有趣的是，不只是資深劇粉在重溫，年輕觀眾甚至是第一次接觸就被深深吸引。辦公室裡有人把角色頭像設為屏保，地鐵裡傳來外放片段，甚至連小賣部老闆都八卦起演員能否再次合作。這樣的全民討論，足以證明它的影響力早已超越單純的娛樂範疇，而成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喚醒。也許這就是經典的力量，無論多少年過去，都能再次點燃人心。收視率的飆升打破偏見，行業對炒冷飯的質疑瞬間被擊碎。業內原本普遍不看好，認為重播不過是舊曲重彈，誰會買賬？然而數據給了最有力的回擊，第一周收視份額 3.58%， 高居全國省級衛視榜首；第二周再攀高峰 3.91%， 第三周突破 4.02%， 3連冠坐實。這樣的成績讓業內人士瞠目結舌。某衛視購片主任無奈調侃：“我們的黃金檔新劇被人家一部重播劇摁在地上摩擦。”這句話在圈子裡廣為流傳，諷刺意味十足。觀眾的選擇證明了一點：流量造勢，資本包裝在此刻統統失效。真正能夠留住人心的是故事的感染力和演員的表現力。與此同時，一些投資動輒上億的新劇卻收視慘淡，話題難起。鮮明的對比讓人反思，市場並非沒有規律，而是有自己的鐵律。誰能講好故事，誰就能贏得遙控器的投票。這樣的結果不僅讓行業震驚，也讓觀眾在心底暗暗叫好，因為這是一次屬於大眾的勝利，一次真正意義上內容為王的勝利。那段中毒變成8歲小孩的情節，至今依然是全網爆款。冷峻的閻王轉眼間變成天真稚氣的小孩，拉着女主的衣角喊姐姐，瞬間戳中無數人的心。反差之大，直擊笑點與淚點。許多網友感嘆：知評人真的被演活了。這種評價不是溢美，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同。鮮少有人知道，當時的演員正處在事業低谷。如果不是這一幕爆紅，他可能不會迎來後來的巔峰角色。可以說，那一刻不僅是劇情的高光，也是他人生的拐點。觀眾記住了這個獨特的8歲形象，而這份記憶也讓角色成為絕唱。再回頭想，如今的他已步入成熟期，若再演同樣的橋段，必然會引發全然不同的感受。正因為不可複製，才顯得格外珍貴。這種演技帶來的衝擊感，讓人意識到演員與角色的契合度有時比外貌、年齡更為重要。能夠瞬間切換氣場，既讓觀眾笑出聲，又讓人淚目，這種能力正是一個演員的真正底氣。哭訴身世的那場戲，淚珠懸在睫毛上，細微到極致。觀眾紛紛調侃，即使用顯微鏡也挑不出瑕疵。這種表演細膩到極點，讓人完全沉浸在角色的世界中。他的靈氣不僅僅體現在哭泣，更多時候是一種輕快自然的表現力。回顧他的作品軌跡，從《甄嬛傳》裡天真爛漫的角色，到《最好的我們》中充滿青春氣息的學生，
再到如今的機靈古怪，每一個角色都像是獨立的靈魂。他的演技不是千篇一律，而是隨着劇情、人物而自然生長。正因如此，觀眾才會產生代入感，才會覺得這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演員在演。制片人透露，當時試鏡時，他邊嗑瓜子邊即興對戲，瞬間逗笑全場。導演果斷決定就是他。這種隨性自然、毫不造作的氣質，恰好擊中了角色的核心。觀眾評價他為甜妹教科書，並非偶然，而是角色與演員氣質的完美融合。雨中撐傘的畫面已然成為許多觀眾心中的白月光，一邊是冷峻的外表，一邊是克制的深情。傘面輕輕傾斜，落在對方身上的雨滴，瞬間讓人心間一顫。觀眾在彈幕裡齊刷刷寫下，這才是真正的動心。細節取勝，不需要大張旗鼓，卻足以銘刻心底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這種化學反應並非只存在於熒幕內。某次盛典上，兩人在台下隔座對望，不到1秒的互動被粉絲瘋狂截屏轉發，短短0.5秒足以掀起熱搜風暴。有人調侃，8分鐘吻戲都不如這一個眼神來得上頭。雙引號。事實證明，所謂的 CP 感不是營銷手段，而是演員間自然流淌的默契。編劇王姐曾直言，如今國偶劇裡常見的套路是瘋狂堆砌親密戲份，生怕觀眾不嗑糖。可觀眾並不傻，真正讓人心動的是那些潤物細無聲的瞬間。傘下的細節，回眸的眼神，輕微的動作，比生硬的劇本設計更能抓住人心。這是一種克制的浪漫，是一種留白的藝術。粉絲的反應印證了這一點。超話裡至今流傳着一句高讚評論：真糖從來不用撒，自己就能嘗出來。正因為真實，所以耐看；正因為自然，所以百看不厭。不同於快餐式的 CP 捆綁，這種化學反應是一種長久的情緒寄托。許多觀眾甚至把這種感情延伸到現實，構建起獨屬於自己的想象空間。這種現象值得行業深思。演員之間的互動不只是表演，而是信任與默契的呈現。當彼此能夠真切進入角色，情感才會自然釋放。觀眾捕捉到的不是台詞，而是潛藏在台詞之間的呼吸與心跳。於是，一段簡單的傘下對話，反而成為無數人心中的經典。數據顯示，收視率最高點居然出現在下午3點半。這個細節堪稱有趣，對於上班族而言，那是最容易疲憊、最想偷閒的時刻。於是網上很快出現一個熱梗：打工人屏保大賽，截圖使用率第一。有人把經典場景設為電腦壁紙，有人乾脆在工位偷偷循環播放，仿佛這種方式能在忙碌間隙裡找到片刻慰藉。評論區裡有觀眾直言，沒有流量炒作，沒有熱搜操控，全靠觀眾自發推上來的熱度。這句話直擊要害。回想近幾年，不少新劇投入上億，宣傳鋪天蓋地，卻在收視上慘淡收場。相比之下，這部重播劇的火熱顯得彌足珍貴，口碑的力量遠比資本運作更持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彈幕和短視頻平台成為這次熱度的2次引擎。許多片段被剪輯成1分鐘的高能短視頻，在抖音、B 站刷屏。尤其是雨中撐傘、8歲反差萌等經典場景，不斷被二創加工，形成新的梗文化。年輕觀眾第一次接觸時，甚至誤以為是新劇播出，由此形成的破圈效應，讓這部作品跨越了時間，重新進入大眾視野。而這種口碑的發酵並非偶然，它來自觀眾發自內心的喜愛。有人在豆瓣寫下長評，逐幀分析演員的眼神和動作；有人在貼吧論壇深夜發帖，回憶自己當年追劇的點滴。這樣的熱情不是金錢能買到的，而是純粹的情感共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
觀眾還用遙控器投票來諷刺行業。投資2億的新劇收視慘淡，觀眾用手指一按，直接告訴你什麼叫真愛。編劇老雷說過一句話：好劇能穿越時間。這句話在此刻顯得尤為真切，因為不論資本如何翻新套路，觀眾的心不會撒謊。當38歲的演員應演18歲角色時，往往會遭遇群嘲裝嫩。社交平台上這種案例屢見不鮮，網友毫不留情地吐槽油膩尷尬。但在這部劇裡，男主飾演8歲小孩的橋段卻成了絕響，觀眾不僅沒有出戲，反而紛紛點讚。這種強烈對比立刻引發一場關於表演本質的爭論。有一派觀眾認為演技是決定性的，只要能夠傳遞真實感，年齡不是問題。有人在評論區寫道：“能讓我相信他就是8歲孩子，這就是成功。”這種觀點強調的是表演的力量，認為演員的任務就是塑造，而非局限於年齡。另一派則堅持角色與演員氣質的契合度才是關鍵，即便演技再高超，如果天生條件不適配，依舊會讓觀眾感到違和。他們舉例一些演員扮嫩的失敗案例，指出尷尬感會讓人直接出戲。在他們看來，適配度是一道門檻，跨不過去，再多技巧也無濟於事。兩種觀點針鋒相對，在網絡上爭論激烈。有人用長篇分析演員的細節處理，比如眼神、語調、動作幅度，論證為何能打動觀眾。也有人列出對比視頻，指出年齡與角色差距過大時帶來的強烈不適感。評論區裡一邊是演技至上，一邊是適配優先，熱鬧非凡。這種爭論的價值在於推動人們重新思考表演的邊界，究竟是技術主導，還是氣質天成？究竟觀眾在意的是技巧，還是代入感？沒有標準答案，但這正是討論的意義所在。因為一部作品能讓人笑，讓人哭，還能激起關於表演藝術的思考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。而這種成功的背後，提醒了整個行業觀眾已經足夠成熟，他們能分辨什麼是真情流露，什麼是刻意表演。真正能留下印記的，不是單純的年輕面孔，而是能讓觀眾相信角色存在的那一份真誠。6年過去，這部作品依然點燃觀眾的熱情。它不僅僅是一段故事，更是一種證明好劇不會過時。真正的表演和真誠的情感，可以穿越時光，擊中人心。感謝大家的陪伴，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。希望每一次重逢都能帶來新的感動，我們下次見。